好，来看看今天啊，我狼就不多说废话了啊，还是我们的三国系列啊，三国系列的这个貂蝉一命通关。那为什么是貂蝉一命通关呢？因为这个太粉嫩了，你看这个貂蝉啊，这个小粉色的这个裤子，说难听点的不香吗？啊，非常香艳啊，这个。然后呢，咱们玩的这个玩法呢，说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一命通关啊。相当于一个貂蝉的一个教程，那当然是最新的无双版。想当年我狼第一视角还玩过无双版啊，还有战神无双版，经常会出现一臂通关（括弧啊，普通难度啊），而且再括弧，肯定是一命不了啊，因为实在是有的时候会被秒，等等啊。当然都学了不少套路啊。这无双版更新的，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个 BOSS 啊它有多难。就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有这个秒杀，你知道吧？就是有一些怪它可以秒你，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尤其是人形怪之类的。但这里面呢，跟大家伙讲啊，很多人说他打的什么情况啊？这个是咱们的一种什么玩法呢？就是这个版本咱们前撞是可以撞出特殊道具的。像这种特殊道具呢，这个能撞多少下就出多少下。尤其是你像如果你用诸葛亮爆气是吧，那就更爽了。这些道具呢都有各自的用处。这个玩法呢，经常会出现咱们无双版的貂蝉禁地。貂蝉禁地啊是什么玩法呢？就是说白了不放宝。有没有机会呢？其实一命是肯定有点难，但是不是没有机会，因为貂蝉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保命技能，比如说它幻影那个左右的那个啊，就是幻影技能啊，就是有这个非常强悍的这么一手这个无敌啊。这个踩你呢也是一个4招1式其中的一招，它可以踩树下之后算是一招啊，所以说这个踩你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技能，然后再加上这个云里翻以及啊对吧，以及这个天女散花等等啊，你懂吧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先不说了啊，貂蝉这个小伙伴呢，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技能，这个可以用来升级。你看练完之后呢，有一手特殊招式啊，这个招式呢可以把人吹起来，这个打分速度特别快。你看，这是特殊招啊，很多人都有这种类似的招啊。但是这招呢，你说它赖吧，我倒觉得说难听点就是赖啊，因为主要是打分打得多，瞬间可以让这个貂蝉升到24级，你说赖不赖，对吧？然后有一些小宝方面上，你看啊，我跟大家伙讲啊，就是隐身衣，当然是在小宝格当中，这个非常强悍的一个道具的存在啊，包括呢还有比较类似的，像什么太清丹经，这都是很厉害的啊，还有。再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毒瓶，这个毒瓶因为有延迟效果啊，有这个吸艾力效果。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吸艾力是什么意思，这个万艾可都知道吧啊？这个吸艾力就是对吧？哎，万艾可是为了让你是吧？吸艾力是为了让你是吧？啊，大概就这个情况啊。好，一个毒没毒上，一个毒，哎，这个张辽走位非常淫荡，好，毒上了，直接踩。10下前手，然后再踩，这是3招啊！再挑起来，天女散花，最后一式追地，哎呀，一个毒，再踩，这个踩你啊，是真踩啊！追地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用了无双必杀，直接踩可以啊！无双必杀打，哎对，云里翻，再接云里翻，好，追地。他这个嗨号这招啊也是无敌的啊！貂蝉其实是可以玩赖招的，就是说经常会看到那种禁地一臂，但禁地一命呢确实有点难啊。好，这里面加持器也是要前撞。昨天咱们玩一个版本啊，之前解说的咱们是那个黄忠呢这个变身那个吕布啊，他可以用那个方天画戟变。你变吕布的话啊，确实是太赖了，你懂吧啊？这个确实是有点赖的，所以说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什么叫主播讲的再清楚一点？什么东西讲的清楚一点啊？不太清楚啊。然后这个操作者呢是这个可微。现在这些人起名我也不知道男的女的啊，就是感觉街机跟2次元真的是能连一块儿，就经常会出现一些，哎，就是不是女的，但是名字就是女的，头像也得用女的啊，连 QQ 秀啊就是也得是女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听说是为了好看。想当年我记得我玩劲乐团的时候啊，也是觉得就是女的那个时装好看，男的不好看啊，真是命啊！狼为什么穿那么多？因为我冷。
好，来看看一顿小旋风的啊。啊，神仙小熊猫，这个小熊猫其实变成乌龟其实是最那个什么的啊，变成乌龟呢其实是最慢的，但乌龟呢感觉最矮。相反呢，变成这个小熊猫呢，大伙都知道秒这个左慈的时候，对吧？好，我感觉这一顿连击啊，这个神仙雷，一个傀儡娃娃定住吗？好，上方的可以接。哎呀，何苦来呢啊！隐身一。可以直接云里翻，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踩你要合适一点啊，对吧？啊，选择无双必杀了，可以，这个伤害可以的啊，直接秒掉。为什么会有一个叶啊？这个这么说吧，这个阿斗对吧？阿斗他妈被这个貂蝉打死了，他还搁那叶啊。可是小狼，你别闹了，那个孙尚香不是阿斗他妈，在封建礼数上啊，孙尚香就是阿斗的亲妈啊，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也想开了，我也长大了啊，是吧？那土豆的豆哪是斗地主的豆啊？那哪是斗地主的豆？那是不是吗？那是啥呀？那土豆的豆啊！好，上来就一手夏侯惇。我操，这个小兵一撞能撞，哎，这小兵每一个撞的都不一样啊，一撞出个那个什么来，一个玉玺，那个宝石，你看没看见啊？不是继母啊，兄弟们，现在在封建礼数上是这样的啊，就比如说你是你爸的儿子，但是你爸呢，这个对吧？你是你爸的儿子，对吧？但是呢，你是你家那个二，对吧？这个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啊，或者甚至是小妾。啊，甚至是私生子，对吧？只要家里面认可你，对吧？你是要管他的正宫夫人叫一声nha nha啊，没有错，母后，皇帝就叫母后啊，对吧？是没毛病的啊。这个就是嫡系啊，嫡母。这个生母是生母，嫡母是嫡母。你看咱们看那个后宫剧啊，基本上啊，你像皇后，为什么你看咱们看那个？啊，慈禧太后啊，什么东宫皇后、西宫皇后啊，这个太后啊叫太后。这个等到咸丰皇帝死了之后，大伙都知道有一个慈安啊，有个慈安太后，有个慈禧啊，慈禧去了，慈禧啊。这个慈安太后呢，她就是正宫太后啊，她是嫡母。就哪怕是这个皇帝啊，这皇帝是谁啊？皇帝是这个慈禧他的儿子啊，皇帝是慈禧他儿子，但是呢，他正常啊。这个最主要的母亲应该是慈安太后，知道吧？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里面呢，就是你包括你像这个刘备，这个也是，刘备呢被封为荆州牧，虽然说呢啊，这个不是王啊，更不是皇帝，但是呢，封建传统也一样啊，对吧？这个我可以娶很多夫人啊，对不对？那我糜夫人死了，甘夫人也死了。对吧？那我没有夫人了，我只有一个夫人，那我的孩子都得管他叫一声妈的，啊！当然呢是这样，他封他为嫡系母亲，是这样的。你们看那个这个果郡王，你看那个《甄嬛传》有一个果郡王，看没看见？这个果郡王呢，他这个对吧？喜欢谁？喜欢甄嬛，玛丽苏嘛啊，所有人都喜欢甄嬛的，对吧？啊，哎，他喜欢甄嬛，他喜欢甄嬛呢，但是呢，甄嬛的妹妹啊，就那个他妹妹叫啥来着？啊，浣碧。这个浣碧呢，叫后来对吧？给他赐个名字叫玉隐啊，叫真玉隐。这个浣碧呢，他就用套路，他套路这个果郡王，把他对吧娶过门。但是呢，这个果郡王呢，后来说啊，只娶他的话呢，只能给他一个侧福晋，因为果郡王啊，他属于这个郡王，属于郡王亲王啊这种类型的，知道吧？最开始。清朝早期是没有郡王这个的啊，后来是因为这个康熙啊，还是谁啊，还是雍正啊，加了一个郡王的爵位啊，所以说这不有郡王了吗？无论怎么样吧啊，是要封他为福晋的啊。贝勒其实也是可以这么叫啊。贝勒虽然说不算王，但是贝勒呢也是皇子，
而且是爵位，贝勒爷是爵位啊！不要以为贝勒只是皇子，皇子封贝勒是有条件的啊，你要有这个，对吧？这个功绩的啊，你不能说封就封。当然，我为了疼爱你，封你一手贝勒也是很正常啊，因为你妈妈是妃子，你妈妈如果说是常在，如果是答应，可能就差点劲儿。怎么说也得是一个嫔嘛啊，对吧？可以封你为一个贝勒，对吧？啊，喜欢你嘛，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情况，你看那个，这就是我说的啊，封他为侧福晋，就是不是说很多人说我先进门的，我先进门当你老婆，我就应该是大老婆吗？不是，哎，不是，这个在中国古代呢，这个男性地位啊也确实是高一点啊，非常高。它高在哪儿呢？高就高在就是说，哎，我要是娶一个人，对吧？进门了，我封他为这个大老婆，对吧？但是呢，有一天我觉得他不失德，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他不适合干这个啊，我就可以给他撸下来啊，可以给他撸下来的，兄弟们啊，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就比如最出名的这么一件事儿，大伙可能就比较了解啊。这个皇帝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任何负面的报道的一位皇帝，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啊，汉光武帝刘秀，对吧？他拿上皇帝之后呢，这个就杀了一个功臣，因为那个功臣造反，所以说他杀了啊，对啊，只杀了这么一个功臣。然后呢，这个刘秀就是这个刘秀呢，他最开始他为了当皇帝，他已经娶了这个，对吧？不是说嘛，这个对吧？做官对吧？当做这个织金务呢，可能相当于一个，对吧？这个秦始皇手底下一个这个主管礼仪部门的这么一个官儿。这个官儿呢，虽然说啊不大，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权，但是风光啊，这个在政治方面上应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在那儿，对吧？相当于一丈护卫队队长，而且兼这个，对吧？咱们说清朝的话，可能说是军机处大臣、上书房行走什么的。啊，但是呢，可能不是说宰相类型的啊。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说，他就是对吧？娶妻当娶阴丽华，这个阴丽华呢，就是对吧？这个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女人啊，他就觉得就娶老婆就得娶这个。他娶了之后呢，但是他当皇帝啊，要借助这个郭圣通的父亲，借助他10万兵马。这个郭圣通呢，自己呢没有当皇帝的命，他知道自己当不了，但是呢，他看这个刘秀这个人一定能成。对吧？他说：“你看你，对吧？你当我女婿吧，我帮你成就帝业。这样的话呢，我就是国让，对吧？咱是一家人。但是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我有个小小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啥呢？这个要求啊，就说你呢必须点儿，对吧？你说我女儿嫁给你啊，你不能说是当这个，对吧？当妾，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你别看你以后确实肯定很厉害，我不帮你啊，你也不好使，对吧？虽然说是话没明说，兄弟们啊，这个话是没明说，但是呢，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呢，这个刘秀啊，也是因为就差这么一招啊，为了提前统一结束这个乱世，对吧？这个大伙都知道，这个绿林军对吧？赤眉军、绿林军，加上最开始这个对吧？要打这个王莽这边人。所以说，你看这个刘秀啊，他想了想，心算了啊，既然这样的话呢，可以。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这个阴丽华，他呢表面上服，内心还是不服。他就问这个阴丽华说：“你看，我想封你为这个皇后，你看行不行？”这个阴丽华说：“那不行啊。”这个郭圣通啊，对吧？这就是当时咱是这么叫啊，就说白这个。哎呦，这个张飞，哎，这个张飞尿你一下你就死，兄弟们啊，超级能尿的啊，对吧？他说你不能封我为皇后。第一，我也不在乎这个事儿啊，我不在乎，我不稀罕这个啊，我知道啊，我只知道你爱我就行了啊。第二呢，对吧？你应该封他啊。第一呢，这个妹妹人不错啊，当然呢，他也只能这么说啊。这个人呢，虽然说也不是特别坏啊，这个郭圣通啊，毕竟呢。对吧？你懂的，因为他得不到这个真正刘秀他这个爱嘛，他可能是一个政治交易嘛，所以说呢，他心里可能也有一点阴暗面啊。这个他就说啊，他说你看那个你不仅不能封我，你一定要封他，你要封我的话，那我肯定不干，我出家啊。这个刘秀呢就比较这个对吧？就越来越觉得这个阴丽华好。后来这个阴丽华呢，
果然没有封皇后啊，没有封皇后。等到这个刘秀真当了皇帝，天下已经稳了的时候啊，已经稳了的时候，这个郭圣通呢，这个号称是触犯天威啊，就给他贬下来了，就是他本身是皇后，就给他贬下来了。然后呢，这个封阴丽华为皇后，这阴丽华也是不干啊，也是不干。这个呢，你就可以看出，无论是皇权还是男性的这个主导地位啊，对吧？他就对这个所谓的后宫啊，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后院基本上啊都是说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也确实有不少啊，也有不少这种也有不少就是说也怕老婆的啊，对吧？也有怕老婆的啊，也怕这个正宫娘娘的也怕，但是大多数来讲啊，在封建的时候呢，这个男性的地位就是一切啊，兄弟们啊。这个尤其是啊，就是说你像尤其是帝王或者说是王爷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对吧？咱们看那个士农工商啊，士就是当官的啊，就是对吧？仕途的啊，士农对吧？农业、工业、商业就是地主对吧？地主对吧？工人头啊，商人，这都只要是做得好，你都是主导地位啊。怎么讲到历史了？这讲游戏讲历史很正常啊，借着这个画面跟大伙吹牛逼呗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好了，直接就放了一个这个，然后拖屏幕啊，结果还是没拖啊，小黄书，这个强制倒地落地啊，强制倒地落地啊。啊，你又说杨坚了？那有的人就是爱老婆啊，就是希望有对吧？就一个老婆就够了。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种人，而这种人呢，这个也不是怕老婆，他就好这，就不是说好啊，人家就是这个路子啊，人家这个路子。但是皇帝呢，为了繁衍后嗣啊，皇帝为什么要多子多寿呢？兄弟们，我跟大伙讲一个事儿啊，就是说。从这个夏朝开始，作为奴隶制社会开始啊，就是以家天下为主了啊。这个家天下呢，从夏启这边开始往下传，基本上都是儿子传，对吧？爹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孙子传重孙子，往下传，都是这样的啊。就偶尔没办法了传弟弟，基本上就是要多生孩子。你说有的皇后吧，可能也不能生，有的呢就生一个两个，为了多生一点啊。这个你可能会觉得，那我就是不想生，行不行？这个吧，怎么说呢啊？你要是真的孩子成年了，因为这个咱们古代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这个医术呢不像咱们今天这个样子啊。你别说你生完孩子，孩子能不能活到什么时候？说难听点，你生孩子，这个女性在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都在往地府里走一走。大概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生孩子。这个有可能你就生这过程当中你母子俱损啊，有可能。不光是这个啊，大家伙都知道，不光是这个，还有就是呢，那时候孩子吧有各种各样的病，你也治不好，咱也没有西医，咱也没有青霉素是吧？啊，咱也没有这些东西，那就没办法啊。三国历史还讲啊，三国他妈的，我能给你从他妈十常侍乱政一直给你讲到他妈三国归一统，我都讲逼了，我都啊。禾淼版本没有啊！你要是非想看，那就是经典回顾；如果真想看，那就是经典回顾，知道吧？懂晓得吧？啊！不光说是天花吧，就包括你古代的时候，你要真得肺结核了，很多人小了啊，你跟我闹的，古代的时候有肺结核病毒吗？小的时候有叫这个痨病，对吧？啊，肺痨鬼啊，这也有，这是一个。还有呢，很多人知道啊，那个。说这个糖尿病这个啊，说叫好像古代有啊，古代叫什么可症是吧？有这个先天性糖尿病的，比如说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你现在你去医院化验一下，直接给你做一个大生化，对吧？做一个大生化，然后再给你拍个片子，对吧？整个那叫什么词什么啊，给你整一下，对吧？你就给你查查离子，你缺什么？你是缺钙、铁、锌、硒、维生素。对吧？缺磷，对吧？缺钾，对吧？缺金属锌了，你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咋回事儿，你知道吧？啊，你对吧？你尿酸高，你这个血糖高，对吧？
这都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的啊！你这一拍，你看你胆力对吧？胆结石了啊，对吧？你这个所以说古代的时候他没有这些东西，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啊。所以说这个繁衍后嗣啊，确实需要，对吧？尤其是像那种就是你当皇帝的啊，你像你大臣都得建议你啊，这个3年你得选一次秀女，对吧？秀女你得选。我不知道大家伙看没看过有一个电影哈，叫《妃子笑》是吧？啊，是一个香港的一个电影，好像还不是特别早，还挺新的，好像不是00几年啊一个电影，来讲这个皇帝选妃啊，也当然是个喜剧啊，当然那个讲的不完全。其实说句实在话，就是皇帝选那个秀女啊，很多人说秀女是怎么选，说你要觉得自己长得好看，你能去选吗？那不行，那不行。一般来讲呢，都是什么啊？一般都是有点身份的，家里面有点身份的啊。你这个姿色都是次要的，必须得有身份啊！而且呢，这个对吧？你选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儿啊。弹幕打岔是真的顶，统称病死暴毙。这个必杀有很多种啊，他跳起来那个一顿电一顿火，那个是普通招啊，那是普通招，那加分非常高。然后呢，他的那个无双必杀是一顿打那个一顿那个是啊，你知道吧啊？这个清朝的时候呢，还得分为这个对吧？这个民族，清朝的时候呢更狠。清朝的时候你看啊，这个满汉不能通婚，很多人说不对呀，那你告我这个满汉不能通婚，那我看这些皇帝也找汉人呐，也有对吧？这个东西对吧？怎么说？这里面吧有个非常逗的一个点啊，就是说，首先呢啊，咱就说皇帝喜欢一个女子，满人不能通婚满汉不能通婚是不是？你是不是汉人？好了，我封你为旗人，好吧？我封你为，对吧？镶黄旗，对吧？然后赐姓，给你赐个姓，比如说赐你一个什么姓呢？对吧？赐你一个钮祜禄姓啊，对吧？佟家。啊，赐你个姓，你这不就起来了吗？啊，这大姓啊，赐姓这玩意儿啊，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说，还有这个汉人啊，他有这个八旗军，分为很多种八旗啊，一共有4种八旗，有满八旗，有汉八旗，有蒙八旗，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俄八旗。很多人小拉，你这个吹牛逼，俄八旗是啥？这个就得跟大家伙说啊，这个满清时代这个龙兴之地啊。所谓他起家是在哪儿？是在东北，他不有盛京吗？盛京，你看啊，这皇帝啊，对吧？尤其是这个开国皇帝啊，尤其是类似于像太祖皇帝啊，基本上是什么呢？他愿意把自己起家的地方呢封为什么什么啊，跟天有关。他是天子，他就要跟天有关。你像那个明太祖啊，明太祖这个朱元璋，对吧？他说南京是啥？南京是应天府。顺应天意啊，应天府，对吧？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来的，怎么说啊？他怎么说？他要叫啥？他要叫这个顺天府啊。虽然说我老爹当皇帝，他应天啊，这个双首都啊，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双首都，北京一个首都啊，那时候叫顺天府啊，叫顺天府尹，就是北京市市长，大家伙知道吧啊？然后呢？这个到清朝了，他给沈阳整了个什么叫奉天府，那对吧？我说难听点，你说我是造反谈不上啊，但是因为我是满族人嘛，我太祖这个努尔哈赤啊，跟这个明朝他有仇，是吧？我奉天啊，奉天承运，是吧？我奉天府啊，这边有这个意思啊。这个八旗里面，咱就说了，有这个俄八旗，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呢，他这个最开始啊被贬到这边，有都是很多这个来这里当兵的啊，这个不是说错了啊，坐牢的，怎么坐牢呢？说你不是那个什么吗？你不是那个这个叫对吧？犯罪了吗？对吧？你犯罪了呢，要不然判你死刑，要不然呢就判你呢去这个极寒之地啊，就去这个远东地区啊，去这个极寒之地，到那儿呢，你替我们对吧？替我们这个沙俄啊，替我们沙俄这个帝国开疆扩土，你干好了，对吧？第一，你免死了，但是呢，你饿不饿死啊，咱就不管了。
那是为什么叫罗刹鬼呢？这个俄罗斯人嘛，当时就也不是人也种不了地，大冬天怎么办？对吧？来了之后，对吧？你夏天还能抢点，冬天咱也不会整，也没有地，要不就烧杀抢掠，要不然就自己结成一个帮派，就对吧？然后呢，这个要不就人吃人，所以说罗刹就吃人。他一看这罗刹鬼吃人，叫罗刹鬼啊，就这么叫。后来呢，这个清朝这个吧，他就收了一帮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人种啊，也是会说这个满语，也会说满语。对吧？有蒙古族的，这都是孝宗大清皇帝的啊，蒙古族的，有这个俄罗斯族的。到现在咱们56个民族里面还有这个俄罗斯族啊，大家伙儿可能不知道有朝鲜族啊，还有朝鲜族，对吧？这个当时可能咱就高丽啊，对吧？啊，再往早就高句丽啊，这个他妈的，对吧？大家伙都知道李氏朝鲜，最开始啊，你们可能不了解啊，就是如果说真是说韩国的历史啊，最早韩国还真是从中国这出来的，包括日本啊，日本呢对吧？很早时期也是啊，也是都是中国人啊，都是中国人。就这个大概就这个情况。只有你参加了八旗，你看啊，满八旗的地位很高，无论你是吧，对吧？镶黄旗的还是整白旗的，这都是上三旗，整黄旗就不说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是你像你是汉八旗的也一样啊。对吧？也一样，你也是满族人啊。就是你尽管你是说啊，我汉人，我封的，对吧？你像平西王啊，我封的，好吧？啊，镇南王我封的，啊，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不是高句丽，是高句丽啊。你说那个句子的句那个字儿应该念勾，应该念勾。好，飞燕肥狼。啊，直接扣死啊！我是整白旗，兄弟们啊，我是整白旗的啊。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看咱们从这个说这个讲女性地位啊，一直讲到现在，这玩意儿我狼也是学的啊，我狼也是后来听，对吧？也都是这个别人的节目啊，包括一些文献啊，看一看啊。有一些错误的知识呢，这个希望多担待啊，希望多担待。好，我们看啊，这个还要等一个弩兵，这个弩兵不出来是真的没招啊！这弩兵不出来是真没招了啊！嗨，好了。整白旗不是跟什么叫多尔衮啊？你们有点不了解啊。这个你以为这个旗主是大于一切的，这个没毛病啊。齐民效忠旗主，比效忠皇帝甚至还要过分。但是呢，旗主是效忠皇帝的。问题在于我们像这种齐民根本就不是你像我老祖宗，对吧？他这个都分波啊。他8户是一个头，哎，8户是一个头，然后8个头一个什么什么，啊，这么个制度，你一级管一级，啊，好，定住，先把小兵清死，卡住，傀儡娃娃一定，召唤状，一手爆气，这个伤害很高啊。好，最后一下，招安状，一顿踩，我操！多尔衮把这个旗抬上来的啊，上三旗是整黄、镶黄、整白，但是多尔衮抬上去的。后来你看这个康熙朝的四大顾命大臣，第一是对吧？索尼，对吧？索尼，对吧？首辅大臣，鳌拜、鄂必龙，外加一个谁呀？苏克萨哈啊，这个苏克萨哈就是整白旗啊。但是呢，说白了啊，这个你们要知道这个旗主啊，整白旗啊，不，整黄旗旗主是谁？当然是皇帝。
镶黄旗旗主不是皇帝，但是归皇帝直接管辖啊。剩下的旗主呢，这个王爷啊是要在各自的封地啊，各自的封地管啊，大概是这个情况啊。然后你再看这个谁啊，所谓的封也一样，就是说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啊。我说你是旗主，你就是旗主。你看那个韦小宝，你看那个《鹿鼎记》里面，康亲王啊，康亲王历史上是有原型的。这个康亲王在康熙朝的时候，对吧？你肯定会说了啊，对吧？那个康亲王啊，这个康亲王呢，他就是整红旗的旗主，但是呢，谁封的？他是康熙的叔叔啊，对吧？他是叔叔辈的，谁封的？他就是康熙啊之前的这个老爹啊，理论上给封的。然后就继承下来了，铁帽子王吗？但是呢，我要把你除掉也是一样。你看那个，对吧？这个金庸老师啊，他写这个作品都是根据史实、历史真实写的，偶尔也会犯一些这个历史上的错误。但是小说嘛，人家就无所谓了啊，就小说嘛啊，能结合历史就不容易了。你像那个整蓝旗旗主，对吧？你看那镶蓝旗旗主是，对吧？去那个哪儿？去那个云南。啊，结果呢，在云南死了之后呢，这个42章经就在吴三桂那儿了。而这个整蓝旗旗主呢，由于这个交不出42章经，被这个康熙下令打入大牢。一个整蓝旗旗主啊，你别管他是下五旗的还是怎么的，他一个旗主，他是个王爷，说给你下狱就下狱。当然啊，这个是历史当中肯定是没有原型的啊，这肯定没有的。说把你关起来就关起来，你交不出42章经，说关你就关你。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皇权的至高无上了吧？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很嘚儿的啊。当然这个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说白了啊，你当皇帝啊，尤其是你手里手握兵权啊。当然这个皇帝握兵权，这个听起来很滑稽，是吧？皇帝能不握兵权吗？那有一些傀儡皇帝，或者说他自己羽翼未丰，他朝廷打不过你，像康熙平三藩收台湾。对吧？亲征噶尔丹，对不对？对吧？还除鳌拜，少年时期除鳌拜啊，对吧？这个也是有点东西。那除去这个鳌拜的党羽，然后平三藩收台湾，再加上对吧？征噶尔丹，晚年的时候呢，这个吏治啊，这个整顿的不太好啊，大家伙也都了解啊，就这个意思。那你说你像他这样的这个雄主啊，他想要干什么事儿就能干什么事儿。啊，有的人他干不了，有的皇帝吧他干不了，他说话他不算数。但典型你像那些傀儡皇帝，你像还有一些能力不行的啊，还有一些能力不行的，不是说他皇帝的权威不行，是能力不行。你比如说明代的末代皇帝崇祯帝，崇祯皇帝能夺得皇位啊，他也是挺奇妙的啊。很多人能得皇帝，他都对吧？他不像对吧？崇祯皇帝得皇帝的时候，他小的时候他受过苦，挨过饿，他都不知道自己能当皇帝，对吧？然后呢，这个当上皇帝了，他都不知道啊。后来当上皇帝之后，因为他能力比较低，然后呢，李自成啊来打这个，对吧？来打这个京城。这边呢，袁崇焕你也知道本身就被杀了。那就算不杀，你也知道啊，这帮人都在抵抗这个后金，当时叫后金啊，也不叫这个大清啊，因为那个大清的这个，对吧？后金的这个领导者是努尔哈赤啊，他儿子皇太极。整出来之后呢，这个扶持幼主这个顺治登基，对吧？这个顺治呢改名为大清啊，当然实际掌权人是多尔衮，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这多尔衮是对吧？啊，这个也是在这个祖宗太庙里面供着，尽管他不是皇帝啊，但就说这个意思。你看这个明朝的皇帝啊，崇祯帝，他典型的就是什么呢？有心这个当一个中兴之主，但是呢，由于能力啊不太好。从小没有受到这个帝师教育，帝师呢就是你当皇帝的时候呢，你有老师，你这个老师呢教你怎么当皇帝，再加上呢这个急功心切啊，急功心切，然后呢明末的时候有党争，大伙知道那个东林党啊，对吧？东林党虽然说呢也是清流啊，清流说白了，严格意义上来讲，清流呢其实应该说是褒义词多一点啊，褒义词多一点，但是呢迂腐啊也有贬义，但是褒义词多一点。像这个东林党啊，你看那个咱们看那个啊那个电影《新碧血剑》啊，就是温家都必须死啊，就那个对吧？后来那电影被禁了一段时间，现在
改名叫温家普了啊，叫温家普的人必须死，对吧？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是这个情况啊。你像那个崇祯皇帝，就是他，对吧？需要打仗需要钱呢。他说：“你看现在这个李自成造反，说白了，李自成那啥呀？那都是拿一帮铁锹镰刀的选手啊。他1万人，正规军1000人，一滴石都能打。你正规军那弓箭，对吧？那都是专业训练，但是呢没有钱啊，不能临时啊，对吧？就这个意思。也导致呢，对吧？他管大臣要钱。他说：你看啊，现在呢，我知道你们有钱啊，他明说了，我知道你们有钱，你们把钱拿出来，咱好这个抵御部队。”这帮大臣呢，对吧，都不拿啊，都不拿。后来呢，你也知道啊，这个大臣嘛，他没拿之后，李自成进京之后呢，也抢了，抢完还杀了。说白了啊，这帮大臣估计也挺后悔的，但是都是一毛不拔。这事儿啊，这别说是，对吧？你别说是康熙啊，像这种皇帝，但凡有点能力的人，他会想办法啊。可是崇祯皇帝呢，就这人很实在啊，这人非常实在，你知道吧？啊。这人非常实在，对不对？那帮大臣呢，对吧？他缺少的是什么？对吧？他缺少是对未来的感化。很多人说，那你掏钱不行吗？对吧？你掏钱不好吗？这崇祯皇帝啊，他不会恩威并施，他光会威胁人，他大不了我不干了呗，对吧？我就是钱，我就不干了呗。但是呢，他不会恩威并施，他不知道怎么赏人啊，他老想着去管人要，而且加重税赋，老百姓也不支持他。啊，尽管这个皇帝是想要兴复大明的，后来呢，结局大家伙都知道了啊，就是上吊就死了，对吧？这种事儿非常多啊，这是典型能力不足啊。你像还有就是傀儡皇帝，那比如说什么汉献帝，那就不说了啊，汉献帝，对吧？这个明朝后期都是宦官控制，这一话呢，事实上呢还真不是特别明确啊。其实早在很早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很多人说赵高啊，小狼啊，指鹿为马那个赵高，他不是那个宦官，他当时没有这个定义，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宦官。无论怎么样啊，这个赵高呢是起到了宦官的这个作用，他到底善没善掉咱不知道啊。从赵高开始，对吧？到汉朝，尤其是东汉这个东汉的这个中期啊，中期呢有一个中兴之主，他利用宦官然后来打击外戚。这个宦官从此掌权，然后呢一路走过来，尤其到明朝建立了这个东西厂啊，锦衣卫制度。锦衣卫呢，这个直接忠于皇上，但是呢要通过这个有的时候要通过东西厂，尤其是东厂，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啊，比较这个对吧？比较出名。这个东厂的这个太监，很多人就看什么，有人说这个什么魏忠贤呐，那个人叫吕方是吧？最开始是吕方。就是那个嘉靖年间那个是吧？是叫吕方啊，就是大明王朝1566，是不是叫吕方？我忘记了啊。然后呢，再往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啊，就这个就有的是好的啊，他当太监并不是坏的啊。你像包括那个土木堡啊之战，皇帝亲征啊，土木堡结果被抓了，那个也是啊。那个皇帝叫啥？叫冯什么？哎，不是叫什么啊？那个叫冯什么来着啊？也是个大太监。后来才是大家伙熟知的这个魏忠贤啊，魏忠贤。这个，但是我要告诉你啊，这个宦官这个太监啊，在明朝时期，你可能会觉得我狼儿那太监权力太大了，他不会造反吗？还真不会，他所有的权力都是笼罩在皇权之下，就是皇帝才是他的根本，皇帝说啥他就是啥。就哪怕你是最大的太监，皇帝想要搞你，就崇祯皇帝啊，这个人说难听点啊。这个确实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但这个人呢，这个皇帝作为一个明朝的皇帝呢，史官给他的评价呢还是比较好的啊。说白了，他还是想要把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好，但是呢，对老百姓也不咋地啊。说白了，后期这个加重赋税啊，你懂吧啊？对吧？这个当皇帝的能力又有限，但是呢，咱就说这个意思啊，咱就说这个意思。这个对吧？你他想搞魏忠贤，说搞就搞，对吧？就是不是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难啊。就是说皇权这个中央集权这种东西，皇帝他不像权臣，你知道权臣手里面手握的是兵权，对吧？你光有这种什么九门提督啊，光有这种御林军、锦衣卫还差点，对吧？你得有这个，对吧？兵马大权啊，一个不小心急眼了，我对吧？
我打着对吧？入京秦王的旗号，我打着清君侧的口实，对吧？我造反，你怎么办？没办法啊，对吧？你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玩意儿。再就是什么呢？为什么外戚厉害，兄弟们？我跟大家伙讲一下为什么外戚厉害啊。所谓的外戚，你比如说你是皇子的舅舅啊，你靠着比如说你对吧？这个皇帝的老婆啊，主少儿母壮，对吧？这个皇帝要死，这老婆是皇后，对吧？很多人说要去母留子，对吧？这是皇后，皇后她孩子呢年幼，对吧？那就得找辅政大臣呢，你找谁呀？啊，你找孩子的舅舅，就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万一他孩子舅舅拥兵自重，你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就造反了，就对吧？权臣加上外戚，这都是忧患啊！你当皇帝他不好当，对吧？他不好整啊。一讲历史，瓦郎就没完没了。好，刚才我们9000万纯净水3手办卡我都坠了啊，这个太难受了啊！外戚很难，确实有点嘚儿的。其实崇祯皇帝吧，有很多骚操作。严格意义上来讲，咱们不能拿着这个过来人的思想去看。就好比我狼玩王者荣耀，这把无论是我坑了还是输了，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吧被针对了，然后咱们输了，而且输得很难看，你就说我狼不行啊，对吧？你不能这么说，为啥呢？这个有很多种情况啊，对吧？有很多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啥呢？就是真有的人大神，一把这个坏牌能打出来的也有啊，历史上也有很多身陷绝境数次还能够咸鱼翻身，有好多这样的人，对吧？刘备刘备的老祖宗刘璋，刘备的这个另外一个东汉的开国皇帝跟他没有直系亲属的光武帝刘秀，对吧？这些人当皇帝那可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有数次说死就死啊！说死就死。你像刘秀也是，刘秀原本呢他有个非常厉害的哥哥叫刘演，这个刘演呢这个能力很高他帮助这个咱们说这个是吧？更始帝刘玄这个更始帝呢虽然说呢他称为皇帝，但是这个更始帝呢是没有什么才华。但是当时呢，这个刘秀呢就装疯卖傻，他哥哥呢，对吧？被这个刘秀对吧嫉妒，不刘秀去了，被这个刘玄嫉妒，这个刘玄呢非常嫉妒他哥，然后呢找个理由把他哥杀了。这个刘秀呢隐忍不发，刘秀说杀得好，我哥哥这个人就是不知好歹，对吧？当然后来肯定是要对吧？当上皇帝嘛，他只能忍对吧？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越想越亏的，对吧？刘备咱们大伙这一辈子你看他经历的你就知道了那刘邦也是数次都是非常非常危险非常危险。老刘家天生免疫鸿门宴大伙知道吧所以说你看包括朱元璋也是，那都啥，那都要饭花子家里面穷的叮当响，还往后排，兄弟之间他都排不上号。后来呢对吧，他找了个老丈人这个刘邦刘邦去了，朱元璋这有点东西。刘邦呢，对吧？这帮创业的小伙伴每一个人经过熏陶之后都很厉害都很厉害他最开始对吧招纳的这些人，到后来都是名将宰相、大将军都是很厉害而且呢对他是真讲义气，而且也这个对吧？这个也非常有能力，对不对？你像历史上还有一些陷入困境的人也有。这个很多人为什么说封这个康熙为这个圣祖皇帝？一般呢只有开国皇帝才会封为祖。那康熙为什么封为圣祖皇帝呢？就是因为他的功绩对吧？名为守成，实为开拓。那所以说呢，雍正说他爹牛逼给他封了一个清圣祖。你看封祖的清朝就有3个：清太祖皇帝太祖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以下就简称努尔哈赤，对吧？然后呢，这个皇太极也是后金的皇帝，对吧？就是太宗就追封为清太宗
再往后呢是清世祖，因为清朝是他建立的，清世祖皇帝，对吧？爱新觉罗·福临，也就是顺治帝啊，他这边清圣祖啊，这个就也是叫祖宗啊，对吧？这个祖是老祖，宗呢就是往下传，太祖太宗一般都是你看啊，这对吧？唐高祖、唐太宗，对吧？这是往后排的，你知道吧？啊，是这个情况啊。曹操是皇帝吗？是啊，对吧？曹操啊，他儿子不要脸，你知道吧？曹操的儿子不要脸啊！曹操呢，虽然说没有篡位，但是其实跟当皇帝差不多啊，当皇帝差不多。这个他儿子呢篡了位之后呢，追封他的老爹为魏武帝啊。你看咱那个青钢剑叫魏武青钢，封他为魏武帝。事实上，曹操希望自己的封号是魏文帝，但是他儿子不要脸，他儿子想占个文字儿，哎。他说他老爹一辈子打仗，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吗？啊，他是这个想法，但事实上呢，他想要文啊，对不对？这个是这个意思啊。福临他妈厉害啊！对，这个万条大河不浪干说的也没毛病，你叫魏武青红也没毛病，因为那个《梦幻西游》里面他写的确实是青红，咱也不知道为啥啊，可能他就是写错了啊。曹操不是宦官之后啊，曹操名义上的这个爷爷是宦官，是大宦官曹腾，他父亲是曹嵩啊，这个官至三公的这个太尉，也就是御林军的这个头领，九门提督也算上啊。好，哎呀妈！这家伙一顿踩，这诸葛亮被踩屁了啊！你看这个诸葛亮被踩的，我操！哎呦我去！哎呦我这诸葛亮已经被捅的不行了都啊，捅屁了都已经。好，隐身一。这一丝血的诸葛亮，哎呀妈，一顿无敌呀！这个啊，好，落地起身还得血杀一下，起身还得血杀一下，你看，后来不是说姓夏侯的这个啊，还真不是，史学上说他不是姓夏侯啊，他说嘛，他还是姓曹啊，他还是姓曹。他这个曹腾啊，曹腾虽然说是他干爷爷，但是他还是姓曹。为什么呢？他不是说真跟他爷爷姓曹。据说呢，这个曹腾呢，是从自己宗族的这个，对吧？从自己宗族的这个里面过继了一个啊，当自己的这个干儿子，名为干儿子，实为亲儿子。这种很正常啊。这种很正常，比如说你像这个，对吧？司马师和司马昭，大家伙都知道，司马昭后来是司马昭的儿子当皇帝了啊。司马昭呢，当时是进宫，最开始呢，这个司马昭作为小老弟儿，他哥哥司马师才是一把手，对吧？他哥哥呢，这个儿子啊，这个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这个过继给了他的这个哥哥，那就是司马师，这也是有故事的。有人说会过继的这种东西啊，过继的这个大伙能理解就好了。然后呢，这个曹操呢，就是应该是他的爷爷应该是这个曹腾的同族兄弟，有可能是这个是他的弟弟，或者说是叔伯兄弟，或者是堂兄弟啊，是曹腾的堂兄弟家的孩子过继给他，然后这个生下了曹操啊，曹操也姓曹啊，是这么回事，然后跟这个夏侯家比较好啊。这个都是猜测啊，这玩意儿没什么说的啊，因为你看，他说曹操说自己的这个老祖宗是谁？是那个叫啥来着？是那个，就是跟刘邦的那个叫曹参啊，曹参啊，曹参那字念啥我不知道啊，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刘封也有继承权，当然了，是这样的啊，你别说刘封有继承权，这么跟你们说一句吧。就说董卓，你们知道吧？董卓
他的干儿子是谁啊？吕布嘛。吕布有没有继承的权利啊？说难听点啊，没有，能给你吗啊？但是呢，按照这么说吧，如果说是按照这个规矩的话呢，他是有资格继承的。那如果要董卓没有儿子，而且董卓就喜欢这个干儿子，也一样的啊。参观的参，曹参是吧？啊，那应该叫对吧？啊，山参。这个多音字有时候真没法说啊。继承这方面，大家伙都知道啊，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你是我儿子啊，你是我干儿子，或者我就说白了，不用干儿子，你就是我亲爹，对吧？谢谢大爸啊，可以的啊，可以的啊，这不是没有了，这不是不行的啊。你像这个，我看啊，历史当中有没有这个啊？这个历史当中有没有这种事儿呢？我看看啊，有。这个大家伙知道啊，这个宋太祖叫赵匡胤。这个赵匡胤呢，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餐餐大鱼大肉相伴。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算的真他妈准那个啊！这个赵匡胤呢，他是靠着自己这个，最开始他是当这个御林军侍卫啊，他是后来太祖长权，他有功夫，后来当上大将军之后呢，就是跟这个柴荣的这个孩子说：“你别当皇帝了，我当吧啊！因为啥呢？我不当，我的小老弟让我当，反正就这么回事了。”这个柴荣，兄弟们，你可能会说，那柴荣他爹是谁？柴荣他爹我忘了，我可以现在百度搜一下啊。这个柴荣他爹呢，不姓柴啊。这个柴荣呢是，就是也是啊，也是跟这个改姓的啊，他是改姓的，是吧啊？郭威，对，郭威驾崩。这个郭威是他的父亲，对吧？名义上的父亲，对吧？大家你看这都知道。然后呢，他就继承下来了啊，他就继承下来了。这个就是我说的啊，就是说历史当中我记得是有这种啊，有这种事儿。反正有这种事儿啊，你不要以为没有啊，就是说这是很正常啊。这就好比什么呢？你在咱们现在现实情况下啊，你比如说咱们是个孤寡老人吧啊，然后呢，我的亲儿子啊、亲闺女呢不赡养我，天天跟我要钱，然后要完钱就走，也不养我啊。但是呢，我老头呢有压箱底儿的东西，我有个房子，我在上海有一套房子，这套房子他们都想要，但是我就是不给，我看出来了这帮人。后来呢，就有个保姆啊照顾他。这个保姆呢，啊小伙子啊，拿他当亲爹。这个人啊，人品非常好。这老头儿直接就一手遗嘱啊，我没有别的儿子，你就是我儿子，好吧？哎，我直接写遗嘱，我就找律师公证，我把这个房子给我现在这个啊，我认的这个干儿子啊，这小伙子啊，对吧？你该怎么交遗产税怎么交遗产税，但是这个房子我留给你了。好吧，我留给你了，无所谓啊，就你知道就好。郭振威是谁？郭振威是吗？郭威是郭威啊。所以说你们大伙儿了解这个事儿啊，这个关于继承这方面呢，还得是看谁说是谁的啊。你像那个武则天，对吧？武则天她开创了这个女帝时代，是吧？这个她的女儿太平公主也有想法。啊，但是能力呢有，但是没那么强。他明显他的对手啊，这个李隆基最开始啊确实有点厉害啊。当然呢，后期也面啊，这个李隆基这个就不说了啊。然后呢，对吧？他还有个儿媳妇，这个韦皇后啊，也很对吧？也想当女皇帝，也想当女帝。这玩意儿都是传承下来了，你当我就不能当啊。历史当中也是，你看雍正皇帝啊，看那个。雍正王朝里面写啊，对吧？虽然说你有这个，对吧？虽然说你有这个什么什么之才，但是我没有李世民的命，对吧？尤其是有一些皇子想要篡位，对吧？篡位成功啊，就是对吧？玄武门之变，篡位失败，对吧？那就是对吧？没有李世民的命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历史当中啊，是以史为镜的事儿太多了，就是以史为镜，知道吧？啊。李隆兄，李隆基，
李隆兄太狠了啊！李隆兄这个他妈的是真的。所以说，你看有的皇帝前期的时候啊励精图治，这后期的时候啥也不是啊。李隆基就算是一个，是吧？这个好的，这马逼逼赖赖的这个马，啊，余孽。谁来制裁朱棣？朱棣那朱棣啊，这没什么说的啊。一个人能力，只要他能力大，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再加上他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团队，对吧？再加上他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团队，那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一件事儿，真的是无敌的啊！就是说，什么逆境都有可能会翻盘的啊，什么逆境都可能会翻盘的啊。他要有智囊，他要有智慧，要有智囊，要有这个胆魄，要有大局观，而且呢，对吧？要这个，他不能见小利而忘利，不见小利而忘义，对吧？见大事而牺牲啊！所以说，古今中外啊，但凡是做大事能成功的人，对吧？他一定是在这个某些方面上异于常人啊，尤其是在统筹这方面啊。李世民也不是说团队好，李世民的团队好也是因为他个人魅力，对吧？你像他这些兄弟当中，虽然说都不错啊，尤其是李建成，其实在正史当中，这个对吧？理论上描写呢，因为李世民后来这个史官都吐槽他愿意改这个历史，咱就不多说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冒死啊写这个历史的人啊，他把这个李世民说的有点狗啊，有点狗，又霸占嫂子啥的啊。你包括《西游记》，对吧？你后世的人写《西游记》，这个李世民也那么回事儿。但根据这个记载啊，这个24史当中记载呢，这个李世民呢，他最狠的是，他就在造反的前一天的晚上，啊，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造反。他刺杀太子的时候，他考虑了一件什么事儿，兄弟们啊？他有这么一件事儿，他在考虑。这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我不敢做呀，我要做了没有回头路了，万一我输了，万一我败了怎么办？对吧？这些他团队的人，我可不管你，你愿意败不败啊？你这个反正是你干一点干，你不干一点干，这个就跟黄袍加身似的。这个李世民这么牛逼的人，他能做出什么事儿啊？他算命，他找的人算命，就拿那个就是咱们看那个就是有点周易什么的啊，有点像那种就是有个像龟壳里面放着铜板那种啊。他算命你知道吧？他算算，你看看算算咱这能不能成啊？能不能成？给人算命的你知道吧？你说他也是真有才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玩意儿，当然呢，他最后他是成功了啊，他是成功了。但是呢，你成不成功，大伙儿你懂的啊。好了，看看。这打血确实是啊，打血有点少。啊，我操，感觉这个无双必杀，虽然说你看他这么打是不加气儿的啊，他虽然是不加气儿，但是呢，这个其他连招是加气儿的，太赖了啊。这个胜利者啊，就是在这里啊。这个有的时候，你像咱们看那个春秋时期，这个春秋五霸的第一个霸主啊，虽然说这个人理论上我们后来来说的话，他根本就算不上霸主，就是这个宋襄公啊。这个宋襄公呢，他的爵位是公爵啊，他是公爵。公爵呢，对吧？就不像王爵那么大，但是有一些王是自封的，咱就不说了啊。公爵，这个宋襄公呢。啊，他觉得自己很强大啊，他是在这个宋这个封地是当王啊，当这个王啊。这个宋襄公呢，他就是是吧，这个公爵，当然他也有封地嘛啊，这也不是王爵啊，就是公爵。但是他呢，就是特别讲仁义啊，讲仁义道德。他跟这个楚国打仗的时候啊，对吧？这个楚国在过河啊，有人说，哎，正在过河的时候，咱对吧，咱就射杀他嘛，对吧？啊。这个宋孝哥不行，咱得打文明礼貌仗啊，咱得打文明礼貌仗啊，咱可不能说
这个让人瞧不起，说哎人家过河呢，对吧？我这对吧？我打他，我不行啊，不行，我那个我得让他过来啊。这个他们过河过来之后呢，这个吧，匆匆忙忙的要整顿队伍啊。他说不行，我们不能上啊，我们那个必须点讲究，因为这个对面啊还没有整理好。我们现在对吧？现在打肯定是，你说你跟人打仗还真的打文明礼貌仗。你看人家那个对吧？牛二那么打那个范德彪。对吧？一脚就窝，对吧？一脚就窝到那个裆部上了，对吧？你这玩意儿还打文明礼貌仗，你看啊，这玩意儿你真是。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吧，成王败寇，赢了你就是很多人说，哎，要不是怎么地，要不是怎么地，他能行，你说那都没有用啊，那都没有用。这个人这个东西，人不狠站不稳。这个为什么说政治啊？就包括大老美很多这个搞政治家的自己都自黑自己，说政治啊是这个世界上最黑暗、最肮脏的事儿啊，没有之一，对吧？这个你看封建王朝里面，是吧？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对吧？哪怕是亲爹、亲妈，对吧？你像那神龙政变那对吧？那亲妈那武则天，对吧？亲爹、亲妈、亲儿子、亲兄弟。还是说童年的挚友啊，还是说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学生，啊，为了这个争权，为了夺利，为了活命，那干出了多少让人，对吧？这种事儿啊，满嘴的仁义道德，对吧？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对不对？春秋时候打仗都是这样，讲礼貌，讲公平，那只有宋襄公这么想，哪有这么想的啊？你那个那是说白了啊。有当皇帝也好，你就是当领导人也好，慈不掌兵，对吧？对吧？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你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对吧？你现在咱说咱现在，对吧？你这我就不说了啊，我这个不能说啊，咱这个不能说啊，这个再说就过分了啊。有人杀老婆给谁吃？三国时期嘛。三国时期，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啊？他把自己老婆杀了，给刘备吃，给刘备吃啊。曹冲是不是曹丕害死的？不知道，这是个谜。但是曹冲死啊，是另外一个神童。这个曹冲啊，很多人说觉得曹冲是那个很厉害。我跟你讲，曹操最喜欢的孩子啊，不是曹冲。理论上来讲呢，最喜欢的孩子啊，到后期曹操会发现他喜欢曹植，但是曹操知道啊，喜欢没有用。很多人说曹冲聪明，那都是那个古籍记载啊，那玩意儿没有明确说法，对吧？你懂吧啊？对吧？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曹冲毕竟是孩子啊，他成年了。你像有长子曹昂，后来因为他自己搞破鞋，给自己搞死了，对吧？曹植，对吧？才高八斗。曹操也是一把这个文坛好手啊，兄弟们啊，这个曹操也是文坛好手，他儿子啊，这个被誉为才高八斗，魏晋之风，是整个这个三国时期第一大，应该这么说，第一大才子。你说是吧？厉不厉害啊？厉不厉害？很厉害的啊。而这个曹冲呢，早就死了啊，咱就不说了。啊，刘安杀妻，对，刘安啊，好了，王刘氏，所以说吧，这个，你看，包括传位，康熙，你看康熙，咱们看《雍正王朝》里面讲，康熙传位啊，传给，因为咱们是上帝视角嘛，真实历史咋样呢？咱现在也不敢说，但是呢。我偏向于95%以上啊，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啊。当然，我先说一句啊，我就说康熙王朝那个电视剧里面讲，二月河的原著小说里面讲这个啊，康熙绝对是啊，这个是要给这个雍正啊这合法继位的。其实你想，按照电视剧里的想法，他为什么要给雍正呢？想都不用想。你说最喜欢的儿子是谁？最喜欢的儿子是谁？对吧？胤禛啊，那是赫舍里的孩子，对吧？赫舍里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对吧？这是也是这个赫舍里这个索尼的孙女儿，对吧？这个索图的侄女啊，当然在康熙王朝里面说是他女儿啊。
对吧？其实是他侄女啊，咱就不说了啊。这个老二胤禛是他最喜欢的，也是嫡系的，他最应该继承皇位，但他2次废除这个他的这个位置，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儿子嘛，对吧？你是儿子不假，但是呢，你要是皇帝，咱这个跟这个对吧大清的这个祖宗江山，对吧基业来比，我就不能选你啊，选不了你，对吧？你这个就不说了，这个大阿哥胤氏也不咋地。对吧？大家伙都了解啊。老三说白了，这个人呢有想法啊，墙头岛啊。虽然说呢这个文采方面上有点东西，但是呢治国还不行。老四咱们就不说了，对吧？老八啊，这个老搞党争啊，对吧？他搞就是皇子啊，不要过早的参与到这个对吧拉拢大臣这一块儿，而这个对吧胤四他就拉拢大臣了，大家伙都了解。这个老14呢，这个人明显啊，这个人小肚鸡肠啊，咱们只说电视剧啊，咱们只说电视剧，对吧？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老13，对吧？这个你看电视剧里面讲，老13是侠王，在雍正朝的时候，老13呢是被誉为常务副皇帝啊，他的这个权力啊，比后来的和珅还要大啊！你想想啊，这个对吧？这个老13很厉害，这个老13呢，一个人兼职了13份这个职务。后来呢，在雍正8年的时候呢，病死了，也就得这个肺结核，对吧？这个你看，按理说呢，这个对吧，跟康熙非常像的这个性格是谁？可能就没有人跟康熙的性格像，但大体上很像的人谁？老13啊，有一种侠义的感觉。康熙认为老13啊是绝对，但是呢，他又给他对吧，给他封了10年，兄弟们，封禁了10年，对吧？给他圈禁了10年，对吧？这个。你说怎么说啊？没办法啊，只有老四能把这个吏治整好。康熙都分析了，说自己的这个能力都没办法把吏治搞好，因为我对吧？啊，看似我有这么好的基业，其实呢，我都是拿人情换回来的，啊，对吧？小的们看招！好，余孽。好，康熙也不能说不够狠吧？怎么说呢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哎呀妈，就逮着自己老公一顿干呢啊！啊！我一到这个时候是你们弹幕最多的时候啊！一到这个时候是你们弹幕最多的时候啊！就是睡觉了啊！哎呀妈！好，哎呀妈呀！不是这个吕布在发雷的时候会加血的啊，这个吕布放雷的时候会加血的。好，无双必杀可以控制方向。哎呀！好，能不能先把吕布搞死啊？啊，又是一个雷，又加血了。你看，这一顿在打这个吕布都没死啊，他要挑一个目标先打死的啊。好，这一人战4雄啊，一人战4雄，这吕布得有5管血吧？我操！好，终于打死了，我了个发！跑了，哎，黄袍加身啊！好，来看看啊，这个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因为它这个无双必杀一直连，可以无限连死一个 BOSS， 啊，这个也不是那么特别难啊。总体上来讲呢，现在这个版本有很多其他的难度，尤其是夏侯渊啊，倒地瞬间起身，这个有点猛。在片尾的最后呢，再次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吧。